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04年5月5號早晨，Virginia 嘅2名漁夫帶住自己嘅小朋友出海釣魚。佢哋揸船嚟到 Chesapeake Bay， 穿過咗垂橋，嚟到咗漁民島附近嘅水域，準備開始釣魚。呢個時候，一位小朋友發現海上漂住一個行李篋，喺好奇心嘅驅使之下，漁夫就將行李篋搬到咗船上。嗰個行李篋係名牌貨，睇起嚟好新。當時小朋友非常興奮，因為佢哋認為行李篋入邊可能有寶藏。於是漁夫打開咗個篋，入邊有一個用黑色垃圾袋包住嘅嘢。漁夫即刻就有咗唔好嘅預感，佢同朋友對望咗一眼，就叫朋友將班細路洗開。之後佢鼓起勇氣打開垃圾袋，內容物嚇到佢面都青晒。因為垃圾袋入邊裝住嘅係一對膝頭哥以下嘅男人小腿。佢即刻閂咗行李篋，並打咗911報警電話。但係單憑一對腳，警方根本就冇辦法確認受害者嘅身份。5月11號，一個女學生為咗完成大學作業而嚟到咗漁民島。佢喺海灘上發現咗一個深綠色嘅行李篋。喺好奇心嘅驅使之下，佢打開咗個篋。一陣腐臭味隨即撲鼻而嚟，女學生意識到成件事有啲唔妥，佢即刻縮手並打咗電話報警。警方到達現場之後，發現行李篋有一具用垃圾袋裝住嘅身體軀幹，同埋一個用氈包裹住嘅人頭，氈上邊仲印住一個醫院嘅標誌。由於呢個名牌行李篋係1套3件嘅款式，所以警方相信應該仲有第3個行李篋仲未被發現。呢件事好快就上咗新聞，亦都迅速咁引起咗民眾嘅關注。唔單止係警方，大家都喺度等待第3個行李篋嘅出現。5月16號，一位漁夫喺海上發現咗第3個行李篋。由於呢個篋浸咗喺水入邊嘅時間最耐，所以表面亦都最污糟。警方打開咗個篋，入邊裝住嘅係臀部到膝頭哥以上嘅部位。法醫根據3個行李篋所發現嘅身體部位，砌出咗一個近乎完整嘅成年男子身軀。死者嘅頭部中咗1槍，胸部就中咗2槍，兇器係一支.38口徑嘅手槍。詭異嘅係，喺死者身上發現嘅子彈並唔係普通嘅子彈，而係 wad cutter bullets。呢種子彈普遍係用嚟連靶，平時並唔會攞嚟用。其中一隻子彈仲勾住一條綠色嘅纖維，係常見嘅梳化布料。法醫推斷，兇手應該係用梳化嘅枕頭擋喺槍口前，用嚟當做消音器。由於 Virginia 海灘附近有一個軍事基地，警方懷疑死者可能係一名軍人，於是警方請嚟咗一位掃描專家，將死者嘅樣貌畫出嚟，再將掃描公開，希望可以盡快確認死者嘅身份。5月21號，一個叫做 John 嘅男人聯絡咗警方，佢同警方講，掃描入邊嘅男人好似佢嘅好朋友 Bill。John 同妻子 Sue 同 Bill 已經識咗好多年，佢哋亦都同意嚟到警局協助調查。由於掃描上嘅人樣有啲臃腫， John 亦都開始有啲唔肯定呢個人到底係咪 Bill。不過 Sue 就非常肯定呢個人就係 Bill， 因為 Bill 嘅右邊面有一處斑點，而掃描上嘅右邊面亦都有斑點。警方即刻將 Bill 嘅名輸入系統，發現佢喺80年代曾經因為危險駕駛而留低咗案底，亦即係話系統入邊有佢嘅指紋。於是警方馬上進行指紋比對，確認咗死者就係 Bill。Bill 生於1964年，二婚，係一位退役海軍，目前喺大學擔任電腦程序員。Bill 為人風趣幽默，好受朋友嘅歡迎。Bill 嘅妻子叫做 Melanie， 生於1972年，佢先後喺大學取得數學同心理學嘅雙學士學位，同埋護士文憑，目前喺一間診所做護士。佢非常熱心，亦都好關心病人，診所嘅病人都好中意佢。Bill 同 Melanie 係喺一間餐廳做暑期工嗰陣認識嘅，佢哋於1999年結婚，並誕下咗2個仔，一家4口喺 New Jersey 租咗一間屋。警方得知
Bill 喺4月28號啱啱喺 New Jersey 買咗一棟價值50萬美元嘅屋，呢個係佢自己俾自己嘅目標。佢必須喺40歲之前就擁有一間屬於自己嘅屋。佢當時仲打咗個電話俾好朋友 John， 分享自己嘅喜悅。然而之後就再冇人聽到 Bill 嘅消息啦。最可疑嘅係 Bill 失去音訊咁多日，妻子 Melanie 竟然冇報警，呢一點好唔尋常。於是警方聯絡咗 Melanie， 話咗俾佢知丈夫嘅噩耗，並請佢去到警局協助調查。奇怪嘅係 Melanie 竟然帶咗2位律師一齊去到警局，一個係離婚律師，而另一個就係刑事律師。呢樣嘢並唔係一個受害者家屬會做嘅事。喺審訊室， Melanie 睇起嚟好緊張，雙手一直喺度震。雖然佢表現得好傷心，但係佢就一滴眼淚都冇。除此之外，佢似乎一啲都唔關心丈夫。從聽到電話嘅嗰一刻起，佢從來都冇詢問過警方任何關於 Bill 嘅事，就連 Bill 到底係點死嘅，佢亦都冇問。Melanie 話俾警方知，佢最後一次見到 Bill 係喺4月29號，大約凌晨2點，佢哋為咗新屋嘅事嗌咗場交。Melanie 認為新屋太貴啦，唔講猶自可，一講就把起火。Bill 好嬲咁反駁佢，自己本來係諗住喺 Virginia 買樓噶，因為嗰度嘅樓價比較平，但係你堅持唔要，所以我就唯有喺 New Jersey 買樓啦。之後佢哋越吵越烈， Bill 仲喺 Melanie 嘅口度塞咗一張 dryer sheet， 並冚咗佢一巴。呢個時候2歲嘅細仔被嘈醒咗，於是 Melanie 就即刻抱住個仔匿咗入浴室。Bill 就繼續企喺浴室出邊不斷咁鬧佢。最後 Bill 講咗一句：我以後都唔會再返嚟啦。跟住就嘭門離開咗。雖然佢哋喺外人嘅眼中睇起嚟非常恩愛，但係 Melanie 就聲稱 Bill 係雙面人。佢表面風趣幽默，實際上係一個控制狂，而且仲有賭博嘅習慣。每當 Bill 輸咗錢之後，佢都會攞 Melanie 嚟出氣，之後又會同佢重修舊好，不斷循環。所以當 Bill 嘭門離開嗰陣，Melanie 以為佢又去咗大西洋城賭博。反正佢之前亦都試過突然間消失一段時間，去到大西洋城賭博，賭完之後自然就會返嚟啦。所以 Melanie 先至冇去報警。不過佢唔報警仲有另外一個原因， Melanie 今次已經下定決心要同 Bill 離婚啦，所以佢唔返嚟其實係一件好事。第2日早晨喺送咗2個仔去到托兒所之後， Melanie 就聯絡咗佢嘅律師，打算同 Bill 提出離婚。喺律師嘅建議之下， Melanie 向法庭申請咗人身保護令。State your full name. Melanie Lynn McGuire. Tell me what happened that brought you to court today for a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My husband and I closed on our first house on Wednesday. That should be a positive thing, shouldn't it? Yeah, it should. He's been behaving really erratically. Ms. McGuire, you're safe here. Don't worry. Did he hit you, ma'am? No, not until, well, I don't mean to sound like I had absolutely no part in this. I said some not nice things and slapped me. Do you know if there's any weapons? Not to my knowledge. 警方詢問咗 Melanie 係咪擁有同款嘅行李篋。Melanie 一開始堅決否認，直到警方拎出照片，佢先承認行李篋係屬於佢哋㗎。之後警方申請咗搜查令，搜查 Bill 同埋 Melanie 嘅屋企，但係成間屋都係空嘅，乜嘢都冇。Melanie 一早已經搬走咗，而 Bill 嘅嘢亦都已經俾佢打包好，送咗俾一個朋友嘅表弟。警方揾到咗呢名表弟，發現 Bill 嘅衫仲原封不動咁裝咗喺黑色嘅垃圾袋度，而呢個垃圾袋就同行李篋入邊嘅垃圾袋一模一樣。於是警方馬上將 Melanie 列為頭號嫌疑人。經過調查之後，警方發現 Melanie 喺4月26號，亦即係 Bill 失蹤嘅3日之前，喺賓州買咗一支.38手槍同埋一盒 wad cutter bullets， 亦即係喺 Bill 身上發現嘅子彈類型。槍鋪嘅老闆對 Melanie 好有印象，因為前嚟買槍嘅女性並唔多。
而佢亦都係第一次賣槍俾一位護士。Melanie 表示，支槍係佢幫丈夫買㗎，因為Bill中意賭錢，爭咗唔少街數，所以需要一支槍嚟到傍身。Bill 因為危險駕駛而留低咗案底，唔可以買槍，所以 Melanie 先至會幫佢買槍。佢唔係有心要隱瞞呢件事㗎，只係因為警方冇問，所以佢亦都冇講。之後，警方調查咗 Melanie 嘅 E-ZPass 記錄，了解佢喺案發前後嘅行蹤。4月30號凌晨， Melanie 經過咗大西洋城嘅收費站，警方之後亦都喺大西洋城 Flamingo Hotel 嘅停車場揾到咗Bill架車。佢哋喺車入邊發現咗2個針筒，同埋一支名為 Chlorohydrate 嘅處方藥。Chlorohydrate 係一種鎮靜劑，有麻醉嘅作用。不過佢嘅藥效唔穩定，所以好少被使用。警方得知呢支處方藥係由一個叫做 Brad Miller 嘅醫生所開㗎，亦即係 Melanie 喺診所嘅上司。之後，警方 check 咗酒店嘅 CCTV 影到Bill架車喺4月30號凌晨進入咗酒店嘅停車場，但係由於環境太暗同埋燈光嘅反射，警方並冇辦法確定揸車嘅人係邊個。呢個時候 Melanie 主動話俾警方知，揸車嘅人就係佢。佢同Bill喺前一晚嗌交之後，佢越諗越嬲，想要俾Bill一啲教訓。佢知道Bill經常會去大西洋城賭博，所以佢就喺30號凌晨揸車嚟到大西洋城碰下運氣。果然喺賭場出邊發現咗Bill架車。佢將Bill架車揸到 Flamingo Hotel， 亦即係城內公認最污糟嘅酒店。佢話俾警方知，佢咁做嘅原因純粹只係惡作劇。雖然聽起嚟好荒謬，但係呢個確實係事實。另外， Melanie 嘅 E-ZPass 仲有一筆可疑嘅記錄。5月4號凌晨， Melanie 經過咗 Delaware 嘅收費站，佢當時同上司 Miller 醫生請咗假，話自己5月4號要去到 Delaware 買家私，因為嗰度冇銷售稅。值得留意嘅係，呢個收費站亦都係從 New Jersey 去到 Virginia 嘅必經之路。奇怪嘅係 E-ZPass 嘅客服喺之後收到咗2通電話，要求取消呢2筆收費。其中一通電話仲係一個男人打嚟㗎，警方懷疑呢個男人就係 Melanie 嘅同謀。呢個舉動無疑就係作賊心虛。警方認為 Melanie 喺4月29號凌晨用 Chlorohydrate 整暈咗Bill，之後再對佢開槍。為咗營造Bill仲在世嘅假象，佢將Bill架車揸到大西洋城，而佢嘅同謀就揸住 Melanie 架車跟住喺後邊。當 Melanie 將Bill架車停咗喺酒店之後，同謀就將佢載返屋企。喺跟住落嚟嘅時間入邊， Melanie 開始處理Bill嘅遺體，並喺5月4號凌晨揸車嚟到 CBBT， 將3個行李篋抌咗落海。點解佢會選擇 Virginia 呢？警方認為 Bill 一直都想喺呢度落地生根，呢個或者就係佢實現丈夫願望嘅方法。不過一切都係警方嘅猜測，佢哋並冇實質嘅證據。於是警方開始監聽 Melanie 嘅電話，希望可以從中得到線索。佢哋花咗40日時間，監聽咗超過500個小時嘅通話記錄，有啲通話內容非常耐人尋味。Every time you get your head back above water, yep. And that hand reaches out from beyond the grave. At least meet with a lawyer ahead of time who might cut it off at the knees. Doesn't that look suspicious? It doesn't matter what it looks like. 除此之外，警方仲意外咁發現咗 Melanie 嘅婚外情，而呢個情夫就係 Melanie 嘅上司 Miller 醫生。Miller 醫生已經結婚生仔，佢哋喺診所度日久生情，已經喺埋一齊3年啦。警方推斷呢個或者就係 Melanie 殺害Bill嘅動機，而嗰支處方藥係 Miller 醫生開㗎，佢好有可能就係 Melanie 嘅同謀。於是警方揾嚟咗 Miller 醫生問話。Miller 醫生承認咗佢哋嘅婚外情，不過就否認自己同單案有關。佢表示自己乜嘢都唔知道，處方藥單上嘅簽名亦都係被 Melanie冇簽㗎。
佢話俾警方知，自己亦都有懷疑過 Melanie， 因為喺行李篋度發現嘅嗰張氈，佢哋嘅診所亦都有用。為咗證明自己嘅清白， Miller 醫生願意同警方合作，打電話向 Melanie 套料。不過 Melanie 好小心，並冇喺對話中透露出任何線索。Hello? I've told them everything that I know. But they just don't. They want you to break. I mean, if you want us to stick together, I gotta know everything now. Before this goes any further. What do you mean you have to know everything now? I mean, there's no other secrets between us. Right? I'd like to think of. You swear you had nothing to do with us. Yes. And your children's lives. Because I'm standing by you. Yes. 除此之外，警方仲發現喺Bill過身嘅2個月之前， Melanie 曾經聯絡咗一個叫做 Jim 嘅男人。Jim 係 Melanie 嘅大學同學，佢單方面對 Melanie 有好感，不過佢哋自從畢業之後就冇再聯絡過啦。直到2004年2月， Melanie 突然聯絡 Jim， 話自己嘅丈夫最近表現得有啲古怪，佢好擔心自己嘅安全，仲問咗 Jim 一啲關於買槍嘅事。警方揾到咗 Jim， 佢對於 Melanie 最後真係買咗槍，亦都感到好驚訝。之後，警方叫佢打電話俾 Melanie， 並進行錄音，佢亦都應承咗。He wanted one. Not only did he want one, I bought one for him. Why didn't you tell me?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re not telling me? Like what? Like I killed my husband? Did you? No. But thanks for asking. I want you to tell me the truth. I'm telling you the truth. I did not do it. 雖然 Melanie 嘅嫌疑好大，但係警方始終都冇掌握到直接嘅證據，可以證明 Melanie 就係兇手。於是佢哋帶住鑑證人員嚟到咗 Bill 同 Melanie 嘅屋企，進行咗4-5次嘅地毯式搜證。佢哋拆咗牆板，撬咗地板，拆埋水管，亦都對間屋做咗盧米諾測試，但係就始終都冇揾到任何證據。不過警方認為佢哋手上嘅間接證據已經足夠申請逮捕令。2005年6月2號 Melanie 正式被逮捕。2007年3月5號本案正式開審。Melanie 聘請咗美國著名嘅律師 Joe Tacopina 嚟為自己辯護。佢似乎對審訊好有信心，整個審訊過程都表現得好輕鬆。喺庭審中，控方表示呢個係一場有預謀嘅犯罪。Melanie 嘅動機就係想要擺脫丈夫，同情夫展開新生活。Miller 醫生亦都有出庭作證，承認咗佢哋嘅婚外情。但係辯方就質疑控方嘅證據不足，控方冇辦法證明 Bill 到底係喺邊度遇害㗎。佢哋甚至連兇器都冇揾到。辯方認為 Bill 係因為賭博欠債，所以先至會被古惑仔殺害。控方將 Melanie 屋企嘅電腦搜尋記錄呈堂，證明 Melanie 喺案發之前曾經上網搜尋如何非法買槍、如何殺人、無法被檢測出嘅藥物同埋胰島素嘅致命劑量等。辯方辯稱屋企嘅電腦係 Bill 同埋 Melanie 共用嘅，所以冇辦法證明搜尋呢啲關鍵字嘅人就係 Melanie。之後控方開始咗一連串嘅反擊，佢哋首先傳召咗一位專家證人出庭作證，證明行李篋入邊嘅垃圾袋同 Melanie 用嚟裝Bill衣物嘅垃圾袋係喺同一條生產線上同一個批次生產出嚟㗎。跟住控方指出，行李篋入邊嘅氈同 Melanie 工作嘅診所所使用嘅氈一樣。另外有證人目擊到 Melanie 喺搬屋嗰陣亦都使用咗相同嘅氈嚟到冚住啲家私。仲有一點就係，法醫喺Bill嘅身上發現咗綠色嘅梳化纖維。雖然警方冇喺 Melanie 嘅屋企揾到綠色嘅梳化，不過Bill嘅家姐作證話喺案發之前，Bill同 Melanie 嘅屋企確實係有一張綠色梳化㗎。呢個係咪真係巧合？最後控方呈上咗一項關鍵嘅證據。
鑑證人員喺標架車度發現咗屬於標嘅皮膚組織微粒，外國媒體將呢啲微粒稱為 human sawdust。法醫稱呢啲微粒係屬於深層嘅皮膚組織，並唔可能喺活人嘅身上跌落嚟，亦即係話呢啲微粒係被肢解之後留低㗎。控方認為呢啲微粒係通過 Melanie 嘅鞋底再轉移到標架車度，咁代表咗啲乜嘢？ Melanie 就係兇手。最終 Melanie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2073年可以申請假釋。判刑之後 Melanie 耗盡咗3次上訴嘅機會，不過全部都被駁回。直到而家 Melanie 依然堅稱自己係無辜㗎。